野路证明首回合 KO 刘梦阳，两人2番战成功复仇。这场比赛野路证明确实赢得无可争议，确实强啊。不过刘梦阳还年轻，今年才23岁，未来仍有无限潜力。聊聊这场比赛吧，只能说梦阳成也硬度，败也硬度。了解刘梦阳的都知道，虽然说他超级强、超级猛，但他的技术真没有说多细腻。其实比他技术好的真的蛮多的，但他也是天赋怪，他的硬度太好了。每次看他打比赛都感觉踉踉跄跄的，但是怎么打都打不倒。但是你只要让他追上，拉到了他的舒适几率，那小拳拳凿死你根本受不了。打完猜都让他踢瘸了哈，这个身体确实不是一般人。几乎每次打比赛我都感觉他的身体贡献要大于他的技术的，都是靠身体硬吃。他与野路证明的一番战，说白了野路证明非常傲慢，都没把刘梦阳当回事儿。当时的刘梦阳只能说是小有名气，他没有 KO 打完猜，战胜暗影和佩拉，是一个刚登入万冠军赛的小将。说白了其实当时很少人感觉刘梦阳能赢，大多数人都以为是让野路证明刷战绩指入连败的。但是刘梦阳确实很首回合击倒震惊世界，拿走了比赛的胜利。其实那场比赛打得蛮接近的，野路证明在点数上有优势，而刘梦阳有个击倒。野路证明也犯了傲慢之罪，他没想到刘梦阳真敢跟他刚，而且还给他刚倒了。他也对刘梦阳的实力做出了极高的评价。僕過去に2連敗したこと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、対したのがリュウメイヤー選手ですし、ずっとリュウメイヤー選手負けてから僕はリベンジしたいと思ってた選手の一人なんで。而这场比赛野路证明备战的相当充分，而且技术执行也相当到位，甚至说这场比赛我都认为野路证明在技术上吊打了刘梦阳。首先第一点就是他对刘梦阳腿部的进攻非常的明确，卡夫踢又快又重，两个卡夫踢都会给刘梦阳干瘸了，而且有个差点给干倒了。第二就是用自己的脚尖去蹴刘梦阳的小腿，这招非常疼，类似于空手道的绝技。第一回合过了没多久，我就觉得刘梦阳这个腿就已经负伤了。第二就是这次的防守非常的严密，他已经了解过刘梦阳的重拳了，这次不那么大开大合了，这次展示的技术更多一些，温水煮青蛙，慢慢蚕食。进攻也是非常的谨慎，不只是追求数量，而是追求质量，更多是抓刘梦阳进攻时的漏洞，然后打反击。就比如说刘梦阳踢腿的时候，他可能去踢你另一个支撑腿，或者说是打反击拳，更多是前手摆拳。而刘梦阳出拳的话，他更多是击斧和上勾打的比较多。这场比赛都以为阵地战是刘梦阳的优势，因为他的体格更大，他的重拳更重，他的下巴更硬。但是野路证明他抓住了更多的细节，他抓住了更多刘梦阳的漏洞，而且人家也很擅长拼打，反而在这场比赛他更占据了阵地战的优势。真的就是技术还有战斗经验的差距，还得是老登啊，越老越妖。他最后就是抓住了刘梦阳起腿后的反击，一个后手直接钉进去了。但是刘梦阳确实更硬，他想打反击后的反击。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刘梦阳疯狂，因为他真的成功过，不信你看这一段。但是野路证明反倒是做好了每一次的防守，反观刘梦阳这次出手之后反倒是露着头让 K 了，真的是成也硬度败硬度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梦阳刘梦阳的天赋我不怀疑，这个身体硬度绝对是最逆天的，但是天下没有打不穿的下巴，哪怕纳甘诺还能让 KO 呢。希望刘梦阳多打磨打磨他的技术吧，期待他的王者归来。